说一下，到了抗战末期，比河南和山东更离谱的安徽日军。抗战到了43年的时候，芜湖当地的鬼子就开始和新四军做起了走私贸易。芜湖当地有一个叫张恒春的老药铺，就成了双方交易的一个中转站。交易的项目包括了药品、武器弹药和粮食香烟。新四军想要造迫击炮，就需要这个无缝钢管，于是鬼子就很识相了，卖给新四军几百根钢管。鬼子卖完了这些武器弹药之后，新四军装车就拉走。然后到了新四军的驻地之后，把货物卸下，再重新装上粮食、药材和飞马牌香烟，重新再拉回芜湖的鬼子驻地。那你说就这么明目张胆的搞走私，日军的高层不管吗？他们是真的不管。因为驻芜湖的日军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他们负责后勤的一个最高司令官，叫南木春。他在当时几乎都可以算是半公开的投敌了。有一次跟这个鬼子做贸易的新四军5个干部被不知情的日军给抓了，这个南木春他就讲说这5个人是跟他混的，然后他亲自去监狱里面把这5个人给捞了出来。那么你说他这条线是怎么发展出来的？这就要提到一个人，就是新四军7师的地工部部长，叫段洛夫。这个段洛夫早年间是留学过日本的，在1944年的时候，为了方便贸易，他呢就找关系搭上了南木春这条线。双方见面以后聊得很愉快，在商议完了之后就确定了双方出售的物资项目，就是新四军出70%的粮食和30%的山货，那么日伪军呢就要出30%的雷管、火药等等这些军需用品，然后再出30%的钢材和机床等等这些工业用品，再加40%的药材、食盐等等日用品。当然了，你说这个日军卖给新四军武器，他们难道不知道新四军买武器是要干嘛吗？他们肯定也知道，但是你不卖的话可能也不行，你不卖的话可能就要直接被饿死，所以他们这个情况下也是没得选。于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不但这个南木春属于半公开投敌了，甚至连包括鬼子驻芜湖的最高司令官吉村都在45年的时候，因为被这个双方的巨额贸易所产生的利润给拉下了水。芜湖日军走私给了新四军40挺机枪、数十万发子弹，甚至就连钢制的武装汽艇都给卖了。于是就在芜湖出现了一幕奇观，就是新四军开着还没有把涂装完全给涂抹完的鬼子钢制汽艇，在芜湖的水面上就拦截日本洋行的商船，然后就跟他们收抗日捐。日本洋行被收完抗日捐之后，就觉得这什么事儿？这是你那个钢制汽艇上的日本字我看都还没改完，你就收我抗日捐，然后肯定就气不过，那么就跑到芜湖最高司令部去告状。吉村这帮高官他妈都收钱了，你说他们哪还能去管这个？于是呢，就3言2语给人打发走。这个日本洋行最后一看这个样子也无奈了，只能那么以后要走芜湖的水面的时候，给这个新四军去交抗日捐。然后呢，就是这个波茨坦公告发表以后，南木春这一看，这不更秃子尾巴长不了了。然后他就很主动的把驻防芜湖的日军全部的信息和情况透露给了新四军。新四军一看这诚意也很大，然后呢，他们就委派了南木作为新四军的内应，在芜湖暗中调查日军所有资产，以方便在日后投降的时候全面接收。同时在这个期间，有一些新四军的地下党要去上海、南京去参加一些地下工作的时候，那么南木呢也是会很配合的给他们开一些通行证。最后终于到了815，日军正式投降了，南木春直接就带着5个日本军医投奔了新四军，并且在战后全虚全影的回了日本。